哀家下旨让贾大夫去医治宋国公世子，皇上却要收回哀家的懿旨。皇上难道不知道宋国公膝下就那么一根独苗吗？宋国公世子毁在靖南王儿子手中，2个手握重兵的人气这么大的局域，处置不妥，谁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呀。当初宋国公为找贾大夫给世子治病，不惜拿铁骑兵找靖南王帮忙，靖南王都没同意。太后觉得一道懿旨就能让贾大夫去宋国公府吗？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哀家下旨让他贾大夫医治宋国公世子，他贾大夫敢不听？太后连贾大夫是谁都不知道，就抬出太后的架子一拳压人。要是护国公主真怕你，就不会逼御史台弹劾你喽。太后偏帮宋国公府，只会把事情越闹越大。哀家怎么就偏帮了？靖南王府2少爷夺人所爱，难道不是事实吗？兼听则明，偏听则暗。宋国公夫人的一面之词，太后深信不疑，还直接下懿旨逼贾大夫就范，不怕传扬出去有损太后威严。宋国公夫人所言句句属实，没有半句虚言。皇后是觉得靖南王府3姑娘肚子里的孩子没了，就没人知道她什么时候怀的身孕了，是吗？你告诉朕，宋国公世子和右相女儿两情相悦，情投意合，非彼此不娶。宋国公世子又是怎么让靖南王府3姑娘先怀上身孕的？你身为皇后，可知道欺瞒太后是什么罪名？臣妾不知，皇上息怒。皇上息怒。宋国公世子和右相女儿给靖南王的儿子戴绿帽子，还往人身上泼脏水。太后连事情都没弄清楚，就如此偏帮宋国公，这就是太后的妥当处置之法。臣妾就那么一个侄儿，他要废了，宋国公府就绝后了。连靖南王世子世子妃共乘一骑都觉得有失体统，自己的侄儿做下这样丢人现眼的事，就只帮忙说情。皇后就是这么做天下女子的表率的。你们就是这样拿哀家当枪使的吗？太后息怒。皇上怎么知道靖南王府3姑娘先怀的身孕呢？这样的小事朕哪知道？朕信口胡诌的。被带歪了，皇上绝对是被带歪了，一定是护国公主给皇上带歪的。上回爱卿拿铁骑兵找靖南王帮忙，靖南王不是不要铁骑兵，而是贾大夫身份特殊，他不会给任何男子医治这之类的病。上回去宋国公府医治世子的是贾大夫的替身，这回莫说太后下懿旨啊，就是朕也使唤不了他。贾大夫是女子，不错。爷，宋国公世子退烧了。不是说没办法让宋国公世子退烧吗？怎么一夜过去就好了？好了，这辈子都好不了了。昨儿傍晚，宋国公府请了赵院正和太医院3位太医会诊，摘了宋国公世子的子孙带。虽然勉强保住了根，但病愈后还能不能用还不一定。就算能用，也不复以往刚猛，更没法传宗接代了。二少奶奶还是不肯吃东西。二少奶奶为什么要绝食啊？二少奶奶是聪明人，她犯下的错，要不是肚子里孩子护着，她早就没命了。她肚子里的孩子已经6个月了，宋国公府不肯退让放了谢喽，
怕是存了拖延之心。要是二少奶奶肚子里怀的是个儿子还好，万一是个女儿，继承不了香火，她就死路一条了。她只能趁着现在还未瓜熟蒂落，逼宋国公府救她。再者，宋国公年纪并不大，虽然膝下只有宋国公世子一个儿子，不代表他就不能再生了。要是哪天哪个妾室怀上了，二少奶奶肚子里的孩子就更没人稀罕。可谁也不肯先放人，那怎么办啊？家务事总是难处理，这事儿要是个案子，早结案了。丫鬟把苏唐说的话传给了南康郡主，南康郡主顿时如醍醐灌顶，当下就去大理寺状告了宋国公府。大理寺顿时感觉比吞了黄连还苦，愣是把一个通奸案整成了3司会审，问了督察院，又问了刑部侍郎，几经斟酌，权衡利弊，外加请教谋士，最后做出如下判决：判宋国公世子流放1年半，赵嫣流放2年，因赵嫣身怀6甲，缓刑4个月，等孩子满月立即服刑。谢白眼打伤宋国公世子，虽情有可原，但伤情严重，故判流放1年半。至于大姑娘，那是太后赐婚，大理寺无权判她和宋国公世子和离。大理寺只是不敢得罪晋南王府，也不敢得罪宋国公府，干脆两边都得罪，一起完了算翘。没见过南康郡主这么蠢的娘，坑完女儿坑儿子，坑了儿子去流放。还是王爷进宫找太后，太后才把赐婚懿旨收回。世子爷，王爷把大姑娘和三姑娘带离了京都，不知道去哪儿了。你知道吗？连你都不知道啊？为夫只是世子，还没继任父王的爵位。父王在哪里有庄子院子，我哪能知道的那么清楚？我只能确定，他们离京后，日子过得不会太痛快，但也不至于太糟糕。那谢白眼什么时候流放？宋国公世子不痊愈，他的病就不会好。大理寺不敢单独催他们其中一个上路。上路？这人的用词要不要这么气人啊？不过这流放还真有可能是上路。以宋国公的度量，谢白眼废了他唯一的儿子，他能咽得下这口气才怪了。不过流放不是什么好事，宋国公要派人去杀谢白眼，也会在谢白眼流放结束之后吧。他们不会流放太久的。大理寺判了他们流放1年半。朝堂上想巴结父王和宋国公的人不知道多少，哪天朝廷有好事发生，会有人奏请皇上大赦天下的。这也是大理寺敢两边打50大板的原因，因为知道不会真的流放那么久。啊，我高兴得太早了。谢白眼得罪了宋国公，以后寸步难行，留在府里的日子也不会比流放舒心多少。这倒也是。怎么了？木之怎么了？不知道，花灯会以后有2天没见他，今儿好不容易把人约出来，结果饭吃到一半，木指就吐了。我们问他怎么了，他也不说。我和齐乔准备扶他去看大夫，想了想不放心，还是带过来找大嫂。他为何呕吐？像是脑震荡。什么是脑震荡？脑震荡是指脑部受到外力打击等，造成轻度脑损伤。那是脑子被打坏了。倒也没有那么严重，不是什么大病，吃几服药，休养10天半个月就恢复了。你什么时候背着我们挨了别人的打？没人打我，我自己撞门了。你觉得这说辞我们会信吗？你还是趁早说了吧，郡王挖隐秘的本事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还不是你们俩，花灯会上一个去撩未婚妻，一个去陪别人家的表妹，留我一个人在花灯会上溜达。准备回府的时候，碰巧遇上刘大少爷家的妹妹，她拿小眼神瞪我就没忍住逗了她一下。然后呢？然后我一时没防备，挨了她一板砖。有那么好笑吗？你说呢？真的是，这些人哪来的脸笑话我？西安郡王调戏姑娘，不怀袖帕，被安王妃误会，
上门抢着把婚事定了下来，齐孝认错表妹，还把人带回家，难道不丢人吗？拜廷兄更是躺着就把媳妇娶进门了，一个个的又比我好到哪里去？亏你还是习武之人，却在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姑娘手里一再栽跟头。我看你和刘姑娘缘分匪浅。别，我看到她我就脑袋疼，我以后一定离她远一点。谢大嫂了，我改日再登门拜谢，今儿就先告辞了。我记得刘府离宁阳侯府不远，从刘府门前路过也能回宁阳侯府，是不是啊？我不会走那条路的。你笑什么？我一直觉得奇怪，刘大少爷要不肯帮木齿，就不会帮着测八字。既然测了又不说，显然测出来的八字有问题。我在想，刘大少爷是不是写到一半反应过来，那八字是他妹妹的，所以才反的口。叫木指和刘姑娘真是天缘，那他以后少不得还有苦头吃。太阳那么大，怎么还过来了？新做了一些消暑，特意来送给母妃尝尝。母妃还是给父王做锦袍吗？给王爷做件锦袍，当做生辰贺礼，早该做完了，耽误到现在。那父王寿宴要怎么办？今年情况特殊，唐二觉得这个寿宴应该怎么办？要不母妃问问父王的意思？问我什么呀？眼看着你就要过寿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呢？我无所谓呀，就在天香院里办一桌吧，多备些美酒，我喝过瘾就行了。让婷儿别气我，我不想那天揍她。花园里的花开得不错，瞧天像是要下雨，被打烂了太浪费，我能采了吗？难怪世子妃一定要亲自来送消暑，还是双份的，是料准了王爷会来，问王爷怎么办寿宴是假，打花园那些花的主意才是真啊。世子妃，老夫人的丫鬟不小心把老夫人的洗脚水泼了赵王妃一脸。南康郡主病倒，虽说赵王妃前来探望无可厚非，但她之前拿老夫人做法子算计我，现在老夫人和南康郡主同住佛堂，她居然还好意思前去，现在被泼一脸洗脚水也只能算是自找的。不过这种狗咬狗的戏码还当真是有意思。世子妃，佛堂打起来了。这成何体统？这成何体统？母妃别气坏身子。王妃息怒，赵王妃给老夫人下毒，险些要了老夫人的命。丫鬟护主心切，这才泼了赵王妃一身水。老夫人来佛堂是为避暑静养，自打南康郡主来，老夫人就没睡过一个好觉。如今闹成这样，老夫人是没法再静养下去了，该搬回松鹤堂了。果然呐，老夫人泼赵王妃一脸洗脚水可不止出气这么简单，她分明是想把事情闹大，闹到没法跟南康郡主同住一个屋檐下，然后就有理由搬回松鹤堂的。王爷既然让老夫人来佛堂避暑静养，要搬走也该是南康郡主搬，岂有让老夫人搬的道理？南康郡主被送来佛堂是来受罚的，说的好像老夫人不是一样。王爷要觉得松鹤堂适合静养，就不会让老夫人搬来佛堂住这么些日子了。如果老夫人实在和南康郡主没法在一个屋檐下住，是老夫人搬去别院避暑，还是南康郡主去陪大姑娘一段时日都行。如今冰块不那么贵了，老夫人用不着去别院避暑，回松鹤堂就成了。近来短了老夫人用兵？没有。既然没有，那就依照王爷的意思办。我想老夫人不会服了王爷的一片孝心吧。到底谁搬出府去，好好商量着来。再动手打架，我不管谁先动的手，一律赏他30大板。
世子妃抓丫鬟做什么啊？赵王妃算计老夫人一事已经付出代价，被夺了诰命封号，贬为庶人。要老夫人还心有不满，自会派人去告诉王爷。王爷孝顺，一定会替老夫人讨公道。这么多天没吭声，就说明老夫人已经消气了。何须丫鬟强出头？要么就下令不让赵王妃再进靖南王府一步，进了府就是客，岂容一个丫鬟欺负客人的道理？带走！宋妈妈救我！老夫人救我呀！这些个丫鬟婆子，今日敢替老夫人打抱不平，难保哪日不会这么对我和王妃。我就是要借此让他们看看，做不对的事，老夫人保不住他们。这内院，我和王妃说了才算。王妃饶命了！奴婢和赵王妃无冤无仇，奴婢只是奉命行事，王妃明鉴，奴婢冤枉啊！那你是奉谁的命行事？孙妈妈，是孙妈妈让奴婢这么做的。我念你忠心为主，才护你，没想到你个小贱蹄子，竟然反咬我一口。世子妃明鉴，奴婢熟读家规，又怎么会犯这样的错？不是孙妈妈指使的就好。这丫鬟虽然犯了家规，但到底是松鹤堂的丫鬟，由王妃来处置，难免有伤老夫人脸面，就交给孙妈妈带回松鹤堂处置吧。世子妃这是要杖毙丫鬟，还让我亲自动手，真是杀人诛心啊！母妃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还是世子妃处理事来干净利落，就是不爱管家。眼下管家还是王妃您的分内之事，世子妃能丢回给您，您可丢不回去了。老夫人和南康郡主谁会出府呢？他们谁都不会出去的。一个佛堂都这么难处了，真要出了府，再想回来更是难如登天。1年半载、3年5载的，他们不会冒这个险的。世子妃，您要的酒都送到了。你要喝酒，让人给你买去。你碰我的酒做什么？这些酒不是给我喝的。你什么时候见我喜欢你喝酒过？不是给我的，你买这么多酒做什么？后天就是父王的寿辰了，我准备的龙泉印泥已经给父王了，我不得另外准备寿礼啊？你夫君我过生辰，都没见你上心，反倒把我狠狠地气了一通。明年我好好跟你过生辰。这还差不多。半夏、茯苓，叫人把这些酒都搬去药房。这一看就是在敷衍我呀！父王过寿自有母妃招呼，他难道不应该把心思都放在我这个相公身上吗？朕这是托了你爹靖南王的福了。是父王托了皇上的福。臣过生辰，娘子做的也是蛋糕；皇上过寿，娘子才着手调制的龙泉印泥。好酒。皇上进口的东西要先试毒啊，这是祖宗定下的规矩啊。皇上信任世子妃，但是总要按照规矩来呀。这是什么酒？喝起来像女儿红，但又比女儿红甘醇香甜的多。这就是女儿红。这怎么会是女儿红呢？娘子买的现成的女儿红，把酒水提纯了一遍，去除了酒中的杂质。这样也行。虽然不是亲自酿造，但这提纯后的酒确实不错。回头多给朕送下来。因为龙泉印泥有父王和信老王爷的，皇上本就粗味很重，为了不厚此薄彼，只得一大清早就开始做蛋糕，还是做3份，提纯酒水也是分3份送出来。娘子提纯10几坛子就累得直不起腰，皇上还要多送些，岂不是要累死娘子了？袁公公，让御书房把各种美酒送10坛子去靖南王府。今儿父王过寿，皇上派人送那么多酒去，恐叫父王和百官误会是赏赐给父王的。
而且提纯后的酒烈，后劲大，容易醉，不宜多喝。上靖南王10坛美酒。世子啊，这提纯的酒水着实不错，让堂儿开个酒水铺子，朕入一股。之前是西安郡王他们催着娘子开铺子，现在皇上也开始催，除了锦上香，其他铺子都是被催着开的。送这么多酒来做什么？皇上赏父王的。我过生辰这样的小事，皇上怎么可能会记得？皇上一片心意，父王多喝点。王爷不喝吗？婷儿是从来不劝我喝酒的，今儿一反常态，我担心有诈。虽然世子爷劝王爷喝酒确实是头一回，但王爷要不要这么不信任世子爷？今儿王爷过寿，世子爷聊表孝心实属正常啊。我收回今天下午的想法。什么想法？下午世子爷劝王爷多喝些酒，我还说那是世子爷有孝心，谁成想世子爷是想王爷喝多了皇上赏的酒，到时候就喝不下世子妃提纯的酒了。这是世子爷能干出来的事。看王爷喝到世子妃提纯的酒水那个表情，我怀疑王爷想把世子爷吊起来打。想问什么就问吧。你居然真的忍住没欺负我？确实忍得很辛苦。说的这么忍辱负重，那是怎么忍住的？看在安慰的面子上忍的。哪个安慰面子这么大？父王的安慰。父王的面子都没一个安慰大，相公真没有一顿打是白挨的。为什么？安慰告诉我，赵王的罪证已经送进京了，只等今天父王寿辰一过，就会弹劾赵王。赵王这回吃不了兜着走，至少也会被贬一级。这场雨整整下了2日，不过狂风暴雨也没阻拦弹劾赵王的奏折飞上帝王的龙案，上面清楚地记载了赵王哪年哪月哪日收了什么贿赂，还拿假物件换下地方献给皇上的真迹。家仆更是仗着赵王府的势力，在老家欺负人家孤儿寡母，霸占他们的良田宅子，孤儿寡母求告无门，在家仆乔迁新居的大喜日子，一头撞死在门外的灵璧石上。瞧瞧你干的好事！臣弟不知道得罪了什么人呢，年轻的时候就经常挨揍，前不久在自己府里还差点被人刺杀，烧了赵王府啊！臣弟不可能明知道背地里有人要臣弟的命，还如此胆大妄为，做下这些事，被人揪住把柄，还请皇上明鉴呐！没下雨了。昨儿夜里雨就停了，不过刘妈妈说这雨停不了一会儿，还得接着下。今儿父王去上早朝了吗？这么心急呢？不过还要等许久吧。以前或许要10天半个月，如今赵王府和南康郡主是墙倒众人推，没人帮忙求情，处罚会下来的很快。王妃，赵王受贿受禄，纵仆行凶，被皇上贬为赵平郡王，官职降了2级，令罚封1年。赵王怎么会被贬呢？事先一点风声也没听到啊！幸好我有先见之明，及时悔悟，弃暗投明，站到了世子妃这边。二房却执迷不悟，报警南康郡主大腿，现在估计肠子都要悔青了。赵王这回算是被二少爷给连累了，连个帮着说情的人都没有。皇上处置起来自然快，等大家知道时，已经尘埃落定了。如果只是被贬了官职还好，连王爵都被贬了，那事情就大了。看来赵王这回是翻身无望了。哎呦，这雨好不容易才停，也不多停会儿，凳子都还没坐热乎呢。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唐儿、婷儿，你们也快些回去吧，别叫雨淋湿了。
有宋国公一党落井下石，也只贬了赵王为郡王，再贬官2级。难道父王收集的罪证不够硬吗？赵王年轻的时候挨父王揍了8回，一直没逮到人。这些年赵王谨小慎微，滴水不漏，哪怕是收受贿赂，都不是直接收，而是开个当铺，贿赂人以典当来行贿，即便价格低，也只能骂一句奸商，越买越卖。不然父王何至于到现在才逮到赵王把柄？家仆行凶，赵王在得知被查了后，就打了管事40大板，以示与此事无关。要不是谢白眼废了宋国公世子，估计最后皇上也至多贬赵王2级，这事就结果了。要扳倒一个王府，没那么容易。要老天长眼，不过是分分钟的事。这张嘴可真灵。我说什么灵了？要是敢说我是乌鸦嘴，我就一口咬死你。你不是说老天爷长眼，扳倒赵王府是分分钟的事吗？赵王被雷劈了？那倒没有。没被雷劈，那还说个毛线球啊？效果比赵王被雷劈了还要好。哎呀，到底怎么了？快说啊！连日下雨，太庙偏殿倒了一角。啊？太庙倒了和赵王有什么关系啊？太庙是赵王3年前负责督造修建的，修建偏殿的木材以次充好，那里早已腐烂。对朝廷而言，有2样钱是最不能贪墨的，一个赈灾款，2是给祖宗的钱。给祖宗的钱多体现在修建皇陵上，太庙乃皇家祭祖之地，出了岔子，难免被人扣上祖宗市井的帽子，背地里肯定揣度当今圣上是否无德，才会触怒龙威，向下示警，让皇上反省。皇上每年都会拨钱修缮太庙，赵王竟然把主意打到列祖列宗头上，皇上得气炸不可。修建太庙的木材都有严格要求，不可能3年就腐烂。皇上气头上，直接下令抄了赵王府，将赵王贬为庶民。世子妃，南康郡主又吐血晕过去了。南康郡主这是第2次吐血了吧？就他这个性格，早晚得把自己气嘎了。世子爷，属下刚才听到南康郡主和吴妈妈谈话。赵王府被抄家的时候，暗卫藏了2个大箱子在莲花池里。果然狡猾。要禀告给世子妃吗？不用，就当给她个惊喜了。陈青，把箱子打开吧。这些东西哪来的？朝廷查抄赵王府，赵王让暗卫藏了2口大箱子在莲花池里，被陈青探听到了。好家伙，赵王这会不得气疯了？箱子呢？手下们去放箱子的地方找了，箱子不见了。会不会是被朝廷查抄走了？不可能，要户部尚书连我藏在莲花池里的箱子都找到了，一定会在禀告皇上的时候邀功。叫我知道是谁，一定要将他挫骨扬灰。这是女儿家带的，世子妃怎么赏赐给属下？收好了，回头留着做聘礼。我可是暗卫啊，府里哪有暗卫成亲的？虽然我现在叫做侍卫更合适些，但我领的可是暗卫的月钱，比侍卫高多了。即便是侍卫，也该给我这么多月钱，毕竟我不仅要护卫世子妃安全，还要当车夫跑腿打杂。更重要的是，我还是贾大夫的替身。我另赏你100两。谢世子爷世子妃上。福临姐姐，世子妃为什么突然赏赐我，而且还赏赐的这么贵重？赏你东西还有理由吗？世子妃今儿心情好，也赏了我和半夏。希望世子妃每天都心情好。说的这么小声，世子妃也听不见呀。世子妃也要赏许妈妈您呢。世子妃赏许妈妈您金镯子，你怎么还走神啊？得世子妃赏赐，我自然欢喜。只是我年纪大了，不兴戴这些首饰了，膝下又无儿无女。若是可以，奴婢希望世子妃能给个恩典。许妈妈是想认个女儿吗？许妈妈是想认个女儿吗？
许妈妈看半夏和茯苓如何？世子妃这么问奴婢，奴婢可当真了。多个娘疼是好事，有了牵绊，也不用总想着回天香院去。静默轩可离不得您。半夏、茯苓，你们谁愿意给许妈妈做女儿啊？奴婢愿意。许妈妈，他们俩都愿意，那您挑一个吧。奴婢能2个都认吗？他们愿意的话，我没意见。娘，哎呀，哦，我那儿还有一只金镯，是早些年王妃赏下的，有些变形了。改明儿呀，我出府找人重新打造，你们1人1只。哎呀，一高兴就忘了正事儿。小厨房边的库房有些漏雨，今儿啊开库房的门才发现里头积了水，需要找人翻修。最近几天应该不下雨，世子妃看哪天适合。随便哪天都行，许妈妈看着办就成了。世子妃，你可算是醒了。怎么了？宁妈妈从许妈妈那把茯苓抢去做女儿了。宁妈妈和许妈妈一样，膝下也无儿无女。宁妈妈听说许妈妈收了我和茯苓做女儿，一大早就来找许妈妈。他们通过抽签决定认谁当女儿。宁妈妈抽走了茯苓。半夏和茯苓都有个全心全意疼他们的娘，挺好的，我没意见。谢世子妃成全。哼，也谢你成全我。赶明儿啊，我亲自下厨做一桌好菜向你道谢。这还差不多。太太大喜，老爷升官了。怎么就升官了？是王爷帮老爷升的官。宫里头来报喜的公公说赵王倒了，赵王的党羽皇上贬了2个，外放了2个，空出来4个位置。王爷和皇上保举了老爷，然后老爷就官升1级。公公说了是什么官职，奴婢太高兴了，脑袋笨没记住，只知道差事不错，有实权。赵管事给了报喜公公10两银子。以前娘天天捧着南康郡主，大伯父都没帮父亲，现在你只是陪大伯母说说话，他就帮了。大伯父最喜欢的人是不是大伯母啊？你说的还真是。世子妃，世子爷让您去书房一趟。相公找我来是？锦上香开张有些时日了，这是锦上香的账册，特地送来给你过目的。可知道这些天锦上香一共挣了多少钱？一共挣了69540两。我名下也有7、8间铺子，但最好的盈利铺子1年也不过8000两。到了娘子这里，挣钱都是按月，而且最少还是1万两起步。娘子这么会挣钱，苏兄怎么会那么穷？这么看着我做什么？你这么会挣钱，你大哥知道吗？你可以告诉我大哥试试，他肯定不信。你帮我看。我哪有时间呢？皇上让你开酒坊，我忙这事儿呢。挤一挤就有了，晚上晚点睡。辛苦了。这可是你的铺子，怎么好意思让我把时间挤一挤的？茯苓，你去四房送贺礼，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奴婢去的巧，正好在花园碰到4老爷4太太去天香院谢王爷王妃，奴婢在花园就把贺礼送到他们手里，然后就回来了。奴婢回来的时候碰到了2太太，她脸色很是不好看。2太太脸色岂会是不好看，一定会很难看。王爷若2头都不帮，他心里还平衡些。现在出手帮了4老爷，2太太心里肯定不是滋味。当初我给过他机会，是他们自己没有把握住，这也怨不得谁。世子妃这么快就到了，赵公公还在带人摆放玉石，方便世子妃您一会儿挑选。要不您先去给皇上请安。挑过玉石，再一并去和皇上谢恩。
可御史房这会儿还乱得很。特意派人去靖南王府给我们家世子妃传话，等我们家世子妃进宫了，又说还没有收拾好，需不需要我们家世子妃先回去，改日再来？奴才不敢。不敢就把路让开。哎呀，世子妃来的正是时候啊，这石料啊刚刚摆放整齐呢。这间屋子里摆放的玉石，都是今儿一早运送进京的？哎，都是。那刚刚两公公端出去的又是怎么回事？那几块玉石粗糙的很呐，桌上摆不下了，就撤下去了。端上来。那玉石……皇上说了，等玉石送进京，让我们家世子妃头一个选。我们家世子妃人都还没来，就把玉石端下去，是怕我们家世子妃太识货，怕好的全被我们家世子妃选走了是吗？看一会儿见了皇上，我不和皇上告状，说你们小小御石房竟敢欺负我们家世子妃。奴才不敢，世子妃息怒啊！还不端上来？是。还真是把好的都藏起来了。哎呀，奴才不敢呐，这些玉石……起来吧，皇上给我恩典是好事，我不想选个玉石还闹出不愉快，闹到皇上跟前去。我也不挑了，这2盘玉石我全带走。那2盘子玉石是赵阳公主和玉阳公主要的，就这么被世子妃带走了，咱们怎么和他们交代呀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我怎么觉得进了宫，你胆子反倒更大了？啊？有吗？把妈字去掉，谁给你壮胆了？老爷让奴婢和傅灵跟随世子妃您进宫，不要怕捅娄子，一切以世子妃您为重，绝不允许任何人欺负到您头上，捅破天了有他顶着。老爷肯定是恼皇上抢了您做女儿，想看看皇上到底有多疼世子妃您。我爹这醋味可真够重的。皇上，靖南王世子妃已经选好玉石了。不是才进宫吗？这么快就选好了？堂儿办事一向利索。臣妾只是觉得天这么热，护国公主难得进宫选玉石，该多选几块。朕先走了，晚间再来。毛毛躁躁的，什么事要跑得这么急？都撞到了你父皇了。儿臣是听说护国公主姐姐进宫了，上回她喂鱼，儿臣没见到龙鱼，今儿想见一见。好奇心这么重，等哪天你父皇喂鱼，你再看就是了。可儿臣想看看白金龙鱼。倒是可以请公主再喂回鱼啊，看是凑巧啊，还是2条鱼就是喜欢她呀。虽然我知道我很招人喜欢，但你们要机灵点，知道吗？专宠招妒，要雨露均沾，别哪天被人炖了喝汤。这样的龙鱼没人敢炖。儿臣知道，儿臣和龙鱼开玩笑的。再喂点，再喂点，龙鱼走了。宫里的皇子要么比皇儿年纪大得多，要么小得多，皇儿都没有什么玩伴。世子妃的弟弟和皇儿年纪相仿，臣妾想……朕也想过给皇儿招他做伴读，和皇叔提了一句，皇叔说他那小孙儿的性子太活泼了，让他进宫给皇儿做伴读，只怕书没读多少，最后教会皇儿一堆下河摸鱼、上树掏鸟窝的本事。祖父说的很委婉了。父皇，儿臣在宫里只能和小太监玩，您能不能准我去信王府玩一天啊？玩一天，应该不至于被带坏。朕允了。
本公主选的玉石，她也敢抢？有什么不敢的？靖南王世子妃可是连太后都敢弹劾的人呢，何况是皇上让她先选，她占理呀。靖南王世子妃知道那些玉石是2位公主选的？又是点头，又是摇头，她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？奴才想告诉她，可靖南王世子妃没给奴才开口的机会呀，这刚准备说出口啊，就被她给打断了。奴才觉得她应该是知道的。哼，她倒是聪明。母妃，女儿都要被气炸了，您还夸她？靖南王世子妃确实聪明啊，说出是2位公主选的，她还坚持带走，就是公然和2位公主作对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一锅端走，跟2位公主一点关系也没有了。半夏怎么去这么久还没回来？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送药丸再取金镯子，并不需要绕道，按理说不该去这么久才对。快帮把手，我要累死了！你怎么去了这么久，害得我好一阵担心。我送药丸去信王府，碰巧六皇子去找小少爷玩，小少爷带六皇子斗蛐蛐，拉着我做裁判，要不是夫人帮我，他们都不让我回来。既然斗蛐蛐，这可不是皇上和秦贤妃愿意看到的。奴婢在街上看到有人卖龙鱼，和皇上养的那条白金龙鱼可像了，奴婢见机会难得就买了下来，就是价格有点贵。你花了多少钱买的？1两银子。1两银子就想买龙鱼，想啥嘛？你别是看走眼被人给忽悠了。可真的很像。世子妃，好像真的是龙鱼。还真是白金龙鱼。这真是1两银子买回来的？真的是1两，要不是碰到那个讨厌的小厮，1钱银子奴婢就能买下来。半夏取完镯子回去的时候，被人叫住问他要不要买鱼。半夏瞟了一眼，发现那鱼跟皇上养的龙鱼很像，就决定买下来。谁知道突然冒出来个小厮跟他抢，那小厮还说出户部侍郎的身份压人。半夏气不过，直接把苏糖抬了出来。小厮一听是护国公主家的丫鬟，吓得抬腿就跑。半夏就把龙鱼拎了回来，把这条龙鱼放到花园的池子里去吧。都回宫了，怎么还戴着面具呢？快摘下来。我戴面具吃饭。把面具摘了。能不摘吗？听话，快点摘了。你是谁？娘娘息怒，奴才不知道六皇子和苏小少爷什么时候换了衣服。六皇子和苏小少爷戴着面具玩了一下午，奴才没想过他们会调换。快派人去把六皇子接回来。宫门已经落锁了，没有皇上允许，谁敢开宫门啊？再者，巡城司现在可牛气了，只怕我们还没到信王府就被抓去巡城司大牢了。皇儿在信王府不会有事的，明天再派人去接他回来吧。可这是谁的主意？我和六皇子一拍即合，我没进过宫，想进来玩玩。六皇子在信王府也没玩尽兴，想多玩2天，我们俩就换了衣服。他替我在信王府玩，我帮他逛皇宫。我们约定玩2天就换回来，但没想到这么快就暴露了。我能玩2天再回去吗？什么都没玩就回去，还得挨打，太不划算了。你明知道会挨打，还要这么做？在府里玩，我也经常挨打。能吃饭了吗？吃吧。我吃饱了，我回去歇歇了。皇上，您明儿派人把六皇子接进宫时，让他们别忘和我爹娘说一声。我在宫里玩1天，傍晚我就回去了。朕这个皇上被安排的明明白白的。六皇子没骗我，您人很好，以后请您多疼我姐姐，
我很开心。这孩子无论是顽皮还是懂事，都不像个6、7岁的孩子。六皇子在信王府都做了什么？六皇子和苏小少爷在信王府爬树、掏鸟窝、玩弹弓、放纸鸢、捉蛐蛐，还挖陷阱坑了苏大少爷。六皇子玩得很开心，奴才就没见过六皇子这么开心过。要玩得不开心，能待在信王府不回来吗？皇儿去了信王府，臣妾让他带了书去，怕是一点儿没看。娘娘交代的课业，六皇子都做完了。这么疯玩，哪来的时间背书写大字？午饭后歇了1刻钟，苏小少爷要看书，六皇子就和他一起看书写字。平常1上午才能完成的课业，六皇子半个时辰就做完了，还说他以后都要抓紧点儿。他比苏小少爷大10个月，看的书都不及苏小少爷多。苏小少爷每天起来还要练武，他以后也要多看书，勤练武。朕生的儿子也不比苏洪山的儿子差嘛。还有什么没禀告的？说，六皇子被苏小少爷忽悠，认了苏老爷、苏夫人做爹娘。怎么忽悠的？没事的，你以后想来就来。没有父皇母妃准许，我出不了宫。皇上抢我姐姐做女儿，还记名在沈皇后膝下，惹得我爹好几天都不高兴。我原想着让哪个皇子公主也认我爹娘做爹娘，让我爹娘心底平衡一下，然后你就送上门来了。经过我一番考量，我觉得你还不错，以后你也给我爹娘做儿子吧。没有皇子认臣子做爹的，也没有皇上赐封公主还记名皇后膝下的呀。不能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啊。祖父说多个爹疼没什么不好的，你认了我爹娘做爹娘，就不止多个爹娘疼你了，还有祖父祖母，还有我大哥和姐姐，还有我。快叫啊！爹，娘。没规矩，怎么能让六皇子叫你爹做爹的？这有什么不行的？皇上认姐姐做女儿，爹认皇上的儿子做儿子，很公平啊。你们是不是嫌弃六皇子年纪太小啊？我也觉得六皇子年纪小，可大的不好忽悠啊。这不是年纪大小的事儿，这事儿得皇上同意。不，这事儿皇上就不会同意。皇上认姐姐做女儿，爹和娘不也不知道吗？爹也不同意啊，就这么定了吧，回头知会皇上一声就成了。就这样认了。皇儿竟这般好忽悠，不过也确实是皇上魄力在前，让人无法反驳。苏洪山这3个儿女，一个教的比一个好，让皇儿多和苏小少爷一起玩玩，要能学得苏小少爷几分机灵，朕就欣慰了。你这么早就回来了？你是捡来的吧？为什么这么说？昨儿你走后我就回屋了，我照着你说的，让人去和信朗王妃说我累了，要在屋子里吃晚饭，他们就真的不让我去一起吃饭了，没一个人来看你，晚上睡觉也没人在屋子里伺候。我在信王府住了1晚上，都没人发现我们俩换了，还是今儿一早宫里派人去告诉他们，才发现我被换了。昨晚还觉得苏小少爷心大，在这人生地不熟的皇宫里还能睡得那么香，感情是遗传啊。平常你爹娘都不管你吗？你是怎么被发现的？和你相反啊，你爹娘管太多了，说了不去吃晚饭，非得去不可，然后就被发现了。爹娘可有话让你带给我的？他们准你在宫里玩1天，但不许闯祸，不许冲撞人，不然你不止回去要挨板子，而且
接下来1个月你都别想出门一下了。说的好像我是会随便闯祸的人似的。皇宫这么大，我1天都逛不过来，哪有时间闯祸呀？说的也是，有我看着，绝对不会让小北闯祸的。希望今天能平安顺遂的度过。希望皇宫没不长眼的人，要招惹了小少爷，那就惨定了。爹娘都放心留他在宫里和六皇子玩1天，应该出不了事儿。世子妃，您的弟弟苏小少爷把昭阳公主和宋皇后和夏贵妃都撂倒了。袁公公派人来传话，让您赶紧带上去玉清的药进宫，要有治马蜂蛰伤的药全带上。今儿早膳后，六皇子带苏小少爷逛皇宫，逛累了就在御花园里荡秋千。昭阳公主路过花园的时候，见六皇子推苏小少爷，又听见苏小少爷嫌六皇子没力气推得不高，就叫一个公公去推。公公推得很高，苏小少爷高兴得哈哈大笑。可不知道怎么的，秋千绳子突然断了，苏小少爷一下子飞了出去，摔进了莲花池里。北尔和六皇子荡秋千就没事，公公一推绳子就断了，要说没猫腻谁信呢？苏小少爷摔了一身泥巴，昭阳公主还在池边幸灾乐祸，笑着笑着突然被一团泥巴砸在脸上，还飞了几个泥点子在六皇子脑门上。宋皇后闻讯赶来，要给昭阳公主主持公道。苏小少爷说秋千绳子被公公割断了，宋皇后不信，还说苏小少爷小年纪就会污蔑人，叫人把苏小少爷手心打了20下，苏小少爷2只手都被打肿了。宋皇后处理完就走，路过莲花池的时候，苏小少爷拿出随身的弹弓，一弹弓射出去，正中皇后后脑勺。宋皇后惊声尖叫，吓到了身后的宫女，惊慌之下你推我嚷，把宋皇后挤得掉进了莲花池里。那一带水比较浅，宋皇后磕到了石头上，当场晕了过去。这事一传出来，秦贤妃和夏贵妃也都赶了过来。夏贵妃掌管凤印，要苏小少爷认错。苏小少爷说自己没错，夏贵妃就让人把苏小少爷踹得跪倒在了地上。这青石地面曝晒了一上午，烫的都能煎鸡蛋了，竟然把我们小少爷踹地上。我们小少爷长这么大，哪里受过这么多委屈？看苏小少爷那模样，确实快要气炸了。秦贤妃替苏小少爷求情，还被夏贵妃数落了一通。秦贤妃没办法，就叫人去找皇上。夏贵妃罚苏小少爷在地面上跪1个时辰，叫公公看着，自己抬脚走了。夏贵妃一走，苏小少爷就站了起来，看守的公公要呵斥，被秦贤妃的话给吓住，没敢吭声。苏小少爷就又掏出了弹弓，瞄准了一棵树上的马蜂窝。苏小少爷准头极好，直接把马蜂窝打了下来，好巧不巧，掉在了夏贵妃跟前，马蜂们一窝蜂的飞了出来，见人就折。秦贤妃找皇上原本是救苏小少爷的，那会儿赶过来反倒正好救了夏贵妃。我勒个去，蛰成这样了，真不愧是我小弟。没想到马蜂这么厉害，幸亏是个小马蜂窝，要大点儿命都要没了。只捅了苏小少爷这个小马蜂窝，就让皇后和夏贵妃躺下了。要是再捅了护国公主这只大马蜂窝，绝对要带走他们剩下的半条命啊！唐儿，有治马蜂蛰伤的药吗？给贵妃用药。这夏贵妃也是能屈能伸的，表面上恨得咬牙切齿，宫女给她抹药，她这不也没拒绝吗？皇后没有用世子妃的药啊，还把药扔在了地上。我才不关心她用不用，反正药我是带了。袁公公可知道北儿在哪儿？小少爷浑身泥巴，显妃娘娘带他下去换衣服了。知道世子妃来了，显妃娘娘会带他过来的。贤妃娘娘来了。不是去换衣服了吗？怎么没换？苏小少爷脾气拗得很，任凭臣妾和皇儿怎么劝，他就是不肯换。知道世子妃来了，他要来找世子妃，臣妾就带他过来了。姐，我膝盖疼。世子妃，小少爷从来不哭的，被老爷吊起来1个时辰，他也不会掉一滴眼泪的。告诉姐姐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是那小公公陷害我的，他们不仅不替我主持公道，还笑话我，要罚我，他们是一伙的。姐姐知道了。那小公公呢？那小公公是昭阳公主宫里的，出了事后就跟着昭阳公主走了。不好了！昭阳公主宫里的公公小栓子见自己给苏小少爷推秋千，惹出这么大的事儿，吓得投湖自尽了。他死了？
还不知道。唉，已经没气了，还是臣来吧。你往他嘴里肚气。赶紧按照世子妃说的办呐！竟然活了！你这条命是我救的，告诉皇上，秋千绳是不是你割断的？皇上替奴才做主啊！奴才无意害苏小少爷，是赵阳公主让奴才给苏小少爷一点苦头吃，奴才才割断秋千绳的。奴才是听吩咐办事，赵阳公主杀奴才灭口。处理干净了。奴才办事，娘娘放心。娘娘，不好了，小栓子被济南王世子妃和周大姨联手救活了，还和皇上张口说是公主让他害的苏小少爷。母后，现在该怎么办？祖父，好孙儿啊，告诉祖父哪里受伤了呀？手都被打肿了，膝盖伤得更严重。我从秋千上飞出去，差点就摔死了。皇上，皇后伤了脑袋，呕吐不止，晕了过去。哼哼，一个7岁孩童拿个弹弓和5000银子，也能把皇后伤到这种地步。弱不禁风的身子，教养的公主也如此心狠手辣，也配做皇后母仪天下吗？皇叔息怒。息怒？叫我如何息怒啊？这个皇宫连我孙儿都来不得了，当个秋千也要被害。宋皇后和夏贵妃，一个是皇后，一个执掌凤印，都不查不问就重重处罚，逼得他这么个小人自己给自己讨公道。皇上有这样的后宫，不觉得羞愧吗？老王爷消消气，我相信皇上会秉公处置这事儿的。贬赵阳公主为赵阳郡主，罚抄宫规300篇。皇后处置不公，禁足3月，抄宫规300篇。褫夺夏贵妃凤印，由秦贤妃执掌6宫。皇儿去了趟信王府，苏小少爷进了一趟宫，凤印就到我手里了。哼！母妃，我去送送他。什么？丢了？奴才只是怀疑，不敢断定，这才想请晋南王世子妃。哼哼。夏贵妃都来凑热闹，玉阳公主竟然没有参与，不然受罚也有她一份，可惜了。世子妃留步。世子妃，您能不能帮忙喂一下龙鱼？莲花池里的龙鱼由奴才负责喂养，这几天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金龙鱼不吃小虾了，瞧着没什么精神的样子。白金龙鱼更是连面都不露。奴才担心他们出事，就禀告了袁公公。袁公公忙着伺候皇上无暇来找您，便让奴才来。我不会是个乌鸦嘴吧？上次喂鱼就担心给他们招祸，这才几天突然就出问题了。哎，白金龙鱼去哪儿了？这莲花池和宫外护城河可连通？不连通。家里那条白金龙鱼是从护城河捞出来的，既然不连通，那应该不是那条吧？既然龙鱼不现身了，那走吧。进宫一趟，竟然受了这么多的委屈，叫祖母心疼坏了。以后啊，就在府里玩啊，不去皇宫了。我答应六皇子经常去皇宫找他玩，
做人不能言而无信，更不能因噎废食。这胡夫无犬子啊，说的一点儿也不错。贝儿今儿在皇宫里受了不小的委屈，但他小小年纪就不卑不亢，没等我们去，就自己替自己讨了公道了。还有堂儿，及时出手救了那差点被灭口的公公，帮贝儿撑腰。才7岁的人啊，怎么就不知道怕呢？爹说的，在宫里不能被欺负，捅破天了有他顶着。爹说的，在宫里不能被欺负，捅破天了有他顶着。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这话？爹和姐姐的丫鬟说的，我听见了。姐姐在宫里捅破天，爹您帮着顶着，我和姐姐肯定一样啊。你少拿你爹做幌子，即便没听到你爹说这话，你是不是就不拿弹弓打皇后，不让马凤这夏贵妃了？你这惨样，爹娘和你祖父祖母都看腻了，还舍不得去洗干净呢。那我和六皇子呼唤去宫里的事，能不能不罚我呀？贝儿今儿在宫里受了惊吓，还受了委屈，就别罚他了，下不为例啊。我看你半道上被公公叫走，还以为你们不回来了。宫里龙鱼有些精神不济，不肯吃鱼饵。负责喂养的公公没办法，让我帮忙喂了一下，耽搁了一些时间。皇上到底是长情之人呐，当年和沈皇后养的2条龙鱼喂养至今，皇上看重，宫人自然不敢懈怠的。那2条龙鱼倒是挺有眼光的，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娘这是夸龙鱼，还是夸自己女儿呢？凤印好不容易才到夏贵妃手里，就这么被皇上收回了。你去太阳底下站着晒1个时辰，晒完了再说这话。让一个7岁的孩子在太阳底下跪1个时辰，什么人才能干出这样心狠手辣的事？云三太太竟然还觉得夏贵妃被收回凤印可惜，当着老王爷老王妃的面就说这话，简直没长脑子。